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亚洲兜兰。为什么我要特别说亚洲兜兰呢？因为兜兰有分亚洲兜兰和美洲兜兰，它们看上去形状都很相似，有一个小兜兜，我们也叫它拖鞋兰，但其实它们的养护是不一样的，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卖家，或者自己看名字牌。它的名字开头就是 Paphopadium， 简写就是 PAPH， 通常我们就简称它 Paph。 亚洲兜兰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类，它的养护不一样，有的很容易养，像这种就是魔地类的，很容易养。有的呢，它正在走向 ICU 的路上，而你却丝毫不察觉，因为它是花坚强，就算它的根全部烂掉了，在盆面上你看到它的叶子还是好好的，有时候还会长新芽或者是新叶。所以虽然我养兜兰有4-5年的经验了，还不能得心应手，还在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中。这个视频我就想把我交的学费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少走弯路。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的生长规律。成熟的植株它会从中心抽出花剑，这一盆是越南美人，这里呢一个花剑有2个花苞，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这种花通常花谢之后就不会再续花，这是通常的情况，有个别的品种是会续花的，但是并不多见。好像这一种就可以续花，花后要保留花剑，因为它的花剑是在中心抽出，所以花后呢，它也不会在中间再长叶子，好像这里它不会再长了。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个干的花剑在这里的话，就说明这个苗不会再长花，也不会再长叶了。但是它会从旁边长出侧芽苗，现在长出花苞的这个苗呢，就是由它长出来的，是它的孩子。其实它长了2个孩子，这里呢，这棵苗也是它长出来的。这棵苗现在还没有花，但是呢，不等于它就是不好，因为它在这里又长了一个小苗，这个呢就是最老的那棵苗的孙子了。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要等到开花才生孩子，它可以先生孩子再开花，也可以一边开花一边生孩子，很好玩。这一棵就是了，中间这棵大苗还没有开过花，它长了2棵侧苗，但是呢，这2棵侧苗都是没有根的，这里这条根是连着这棵大苗的。另外的这边这一棵也是，看是没有根的，这些根都是长在老苗上，也就是说它先长叶长苗，最后才长根。把镜头拉近一点，可以看得更清楚。棕色带绒毛的这些根，这就是正常的兜兰的根，都是长在老苗上，新的苗还没有根。新苗要靠老苗给它提供养分，所以就算老苗已经开过花了，像这一棵，也不要把它剪掉，它会用它毕生的精力来养育它的孩子。了解了它的生长规律之后，我们来说一下怎样来养护。亚洲兜兰有斑叶的，也有绿叶的，斑叶的也分薄叶的和硬叶的。魔地类的呢，就属于这一类薄叶型的，而越南美人兜、金童、玉女都属于硬叶型的。
薄叶的兜兰、膜地类的长得很快，而硬叶类的呢，长得很慢。还记得我的视频第165集那一颗玉吕兜兰，当时有一颗小苗芽，到现在10个月的时间了，那棵苗才这么一丁点，所以它的生长速度可想而知。长得快的自然需水量大，再加上它的叶薄，容易蒸发水分，所以呢，当摸到盆面上干了就可以浇水了。尤其是它正在长花苞的时候，如果太干，很容易消苞。在我的视频第185集旅游回来赶紧要换盆的这一颗，就是因为太干了，消苞了。而硬叶的斑纹呢，刚好相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交的学费吧。看看这两花苞都已经这么大了，很快就要开花了。因为我知道兜兰是喜湿的，很怕干，干了根的绒毛会死，也会消苞。于是我给它泡盆，让它吸足水分。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成这样了。辛辛苦苦养了1年，结果却是这样，心痛啊！赶紧上网查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一类兰花太湿就容易掉苞。有没有花友有同样的经历呢？好端端的就掉苞了。所以这一类兰花不能太干，太干容易消苞，也不能太湿，太湿很容易就掉苞。所以当它有花苞的时候，不要泡盆，也不要用冷水，用室温的水。尤其是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的。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比较推荐这一类膜地类，就是斑叶薄叶的这一类是最容易养的，长得也快，很容易有成就感。另外就是肉饼类，这是绿肉饼。肉饼兜兰它的花很大，很引人注目。它的花苞跟鸡蛋差不多大，它的叶子是绿色的，没有斑纹。这个品种比较皮实，容易养。它长得很快，也是养一盆就很有成就感的那一种。看看它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大盆。这种绿叶亚洲兜兰，它的需光量比斑叶的要高，所以春夏秋3季我会把它挪到室外来养，用50%的遮阳网遮阴。它这里有一堆棕色的叶子，是怎么回事呢？它并不是太干或者是生病，而是正常的老苗退潮，就是那些开过花的最早的老苗，慢慢的它把所有的营养都已经回流给它的孩子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这一种呢，通常我都是等到它全部的转成这个颜色，我才把它剪掉。这种叶子呢，为什么知道它不是生病呢？如果是有细菌的那种咖啡色呢，它是油腻腻的、湿漉漉的那种就要赶快处理。这种呢，就是正常的老化的，看上去就是干枯的。如果像这种只是黄色的，都还没有必要剪。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让它把营养回流。等它完全干枯了，变成这种深棕色的时候，再把它处理掉。处理好这些干枯的叶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苞。这个花苞呢，快要打开了，已经张开了口。这个时候就要给它做支撑了，因为它的花很大很重，如果不给它做支撑的话，很容易就会断
这个花苞什么时候做支撑，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不需要太早做。花苞在长大的过程，花剑也在生长。如果把它夹住了，它要长高的时候顶住了，它就会长弯了。就是说那条花剑就不是直的，而是弯的。现在呢，它已经长定了，就这么高了，快要打开了，张开一点点口的时候，就是正好做支撑的时间。把夹子或者是扎带扎在这个位置，不要扎得太高，扎得太高好像勒住那个脖子，那么那花就朝天开，就不好看了。这个位置，这个时间点都是很关键的，它会直接影响到花的美观。看，这样子就完成了，怎么样？好看很多吧？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兜兰的植料。这一盆就是在我的视频第185集里面换盆的那一盆，植料是黑金兰花专用配方，长出了很多新根。听到这，可能你会想去买这个配方，我劝大家不要买。因为什么呢？以前它的质量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有花友跟我反映也是一样，现在它的质量很不好。可以用树皮、珍珠岩、火山石或者是青石，还有树蕨或者是水苔来混合，只要是可以疏水透气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环境是比较干的，可以加一点泥炭藓 Peat Moss， 照样也可以养得很好。看这些根，我看到有人在分享用普通的盆栽土来养兜兰，我曾经试过，不成功。我分析过原因，大概是有2点：第一，通风不够；第二，光照不够。反过来看看那位博主，他的兜兰的养殖的位置真的相当好，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这么好的环境，光照充足，环境通风好。而我呢，花架上的花盆是一盆挨一盆，互相激涌，光照好的地方呢，也轮不到兜兰，所以模仿不来。光照好，通风好，植物生长代谢快，根就不容易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环境的话，我还是劝你用兰科植料来养，而且盆不要选太大的，因为虽然说兜兰的根有绒毛，不能太干，但是也不能过湿。如果盆太大了，很久盆内的植料都不干的话，就很容易烂根。让盆内的植料有8、9分干，再浇水是最好的。尤其是这种带条纹的大型的亚洲兜兰，像皇后兜兰和帝皇兜兰，还有它的夹胶品种，它的叶子很大，而且是相对来讲比较厚，它长得很慢，所以呢，它的需水量并不高，尤其是在冬天，它长得很慢很慢。在我家的环境底下，光照不足，通风又不够的情况下，它几乎处于一种半休眠状态。这个时候呢，等盆内的植料全干再浇水也可以，只是不要干太久。如果像网上有些人分享的那样，保持植料常湿，那肯定烂根。它跟春暖的时候不一样，春暖的时候我把它挪到室外，空气阳光都好，而且它生长速度比较快，那个时候呢，摸到盆面干了就可以浇水。看到盆里的根了吗？还养得不错哦。我这些方法就是按照美国兰花协会的指引来做的。刚才上面本来说植料，其实也一带把浇水的问题也说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温度。这种条纹的多花性的大型兜兰，它是比较怕冷的。它和斑叶薄叶的膜地类兜兰都是喜欢温暖的，而硬叶的斑叶兜兰还有皮甲状的绿叶兜兰都是喜凉爽的天气。当然这个温度范围都是相对的，在中温就是摄氏10度到30度之间，它们的生长都是绝对良好的。我们不是养兰专业户，对于这些温度呢，我们都是随天。接下来要说的是光照。很多人都以为兜兰是喜阴的植物，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兰花是喜阴的，只是耐阴。斑叶的兜兰通常它耐阴的程度比较高，它不需要很充足的光照也能开花。而绿叶型的兜兰呢，它就需要比较充足的光照才能开花。所以如果你的兜兰不开花，尝试一下把它挪到光照比较好的地方。当然要注意防晒，不能把叶子晒伤，尤其是中午的阳光。最后要说的是肥料。兜兰到底需不需要施肥？这个问题呢，要看你的植料。如果你是用盆栽土，盆栽土本身就有一定的肥力，尤其是在美国在 Home Depot 买的那种，它已经掺杂了肥料在中间的，可能你就不需要额外的加肥。而我们这种用普通的兰科植料来养的，就要定期的给它肥料。那要给什么肥，怎么给法呢？如果是缓释肥，就撒在盆面就可以了。随着每一次浇水，这些肥都会有少量的溶解，由于它出来的量很少，通常不怎么伤根。如果用水溶肥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浓度，不能超过兰花建议浓度的一半，最高一半。我是用1/4的浓度，而且是一次肥一次水。因为它的根带有很细的绒毛，浓肥就烧根，很容易就导致叶子交尖，好像这样就很影响美观。而且呢，我也怕它慢慢的发展会越来越大，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呢，我会把它剪掉，然后拿到水龙头底下用大量的水冲盆。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每个月做一次更好，就是定期的把盆内的累积的盐分冲走。另外，如果盆内的植料太旧了，也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定期的1年或者2年就给它换盆是比较好的。说到肥料，我建议如果能找到不含尿素的肥料是更好的。除了一般的兰花专用肥之外，我还特别的为它加餐。哇，看到这2棵苗中心的花苞了吗？膜地类的真的每苗都有花。言归正传，我给它加餐是什么补品呢？是这个，就是海藻叶和钙镁补充剂。兜兰很喜欢钙，很多人都在植料里面加石灰石，我呢就直接用这个补品了。我会在给它施肥的时候，直接的加到淡淡的肥水里面，1加仑的淡肥水，我会加1茶匙的钙镁补充剂和1茶匙的海藻叶。我发现呢，他们吃了这2样补品之后呢，长得非常的愉悦。最后要说一下特别注意的，就是它很容易长白粉芥。
因为它喜欢的生长环境也是白粉芥喜欢的生长环境，就是温暖潮湿的环境。长了白粉芥之后就很麻烦，因为它的叶子夹得很紧，所以呢，要喷药也不容易碰到，而且很容易造成消包。像这样，因为药水积在这个地方不容易干，最后我是采取用类稀释的药。我觉得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就是把小颗粒的药撒在盆面上，每一次浇水它都渗透一些进去，效果非常不错，解决了这个一大难题。以上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几年学到的关于亚洲兜兰的一些知识和经验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什么你想知道而我又没有说到的，欢迎留言，我们互相交流。又或者你在养殖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是建议，也欢迎留言让我好好学习。谢谢。